苹果发布 MacBook Pro 至今也过去了1个月了 ，B 站首发上手视频有很多，各位媒体老师已经充分展示了苹果笔记本擅长的地方，以及从应用角度进行了解读。在这1个月里，我们尝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测评 MacBook Pro， 包括它的音响和其他笔记本相比谁更强呢？还有屏幕的实测色域、色准以及拖影的实拍表现。当然，还有我们最擅长的 Mac 的 CPU 和显卡和我们传统的游戏本相比，到底谁强谁弱？以及果粉们都会忽视的游戏测试，包括 ARM 原生游戏、Rosetta 转译游戏以及虚拟机游戏测试，同时生产力部分也不会落下。最后就是我们的拆解和散热测试，苹果的梦幻单热管到底能否压住最新款的处理器，我们也会带来解读。特别的是，这次测散热我们还会引入一个全新的监控软件，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MacBook Pro 的峰值性能、实时功耗以及资源占用情况。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在首发上手视频里来不及展现的。那么苹果 MacBook Pro 实测表现到底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晓答案。按照惯例，先从变动最大的配置开始介绍。这次我们把大小尺寸都买了，分别是搭载8核心的 M1 Pro 14英寸乞丐版，以及搭载10核心 M1 Max 的16英寸次顶配版。因为定制型号的等待周期更长，最终我选择了2款基础配置，这样可以早一点拿到手评测。2台电脑的配置我们都贴在这里了，大家可以到苹果官网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售价方面，14英寸版本的官方参考售价为14999元，而16英寸的版本参考售价为26499元。对比前代13英寸和16英寸的 Pro， 参考售价有一点小幅度的上涨。不过我个人觉得，毕竟更新了模具嘛，涨价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幅度也还好，在我的可接受范围内。MacBook Pro 的造型，相信大家已经看过无数点评了。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这里我简单说2点我觉得好的地方和我认为很差的地方。好的地方是，苹果终于否定了之前的一些设计，比如说纯 Type-C 接口，这次引入了 HDMI 2.0、SD 读卡器，还有磁吸式充电口，实用性大大提高。然后是 Touch Bar， 真正用过的人都知道 Touch Bar 是一个适用面很窄、很鸡肋的功能，这次换回了实体按键，实用性再次提升。那让我感受很差的地方，首先就是屏幕了，或者准确的说是壁面设计。边框变窄了，很好，但刘海屏很糟糕。里面塞入了摄像头、指示灯、光线传感器和麦克风，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次就是整机的形态，2款 MVP 的厚度其实还好，但是由于取消了切削式的收边，看上去胖墩墩的，没有了之前那种很高大上的感觉。最后还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机身进风口在这个位置，每次拿起来感觉手都会被割一下，怪怪的。相比于外观的变化，外设我们需要评价一下，分别是键盘、扬声器和屏幕。苹果的键盘布局变化不大，开机键和指纹识别依旧集成在右上角，按压力度比一般的按键更大，避免了误操作。打字手感方面，键程很短，键帽回弹力度适中，稳定性非常好。考虑到键盘键程很短影响手感，所以说我对它的主观感受是中规中矩的。至于触控板，它的面积依旧很大，整体手感是笔记本电脑中的最强，没有之一。然后是扬声器 ，MacBook Pro 的外放是苹果的传统强项，我们来直接感受一下效果吧。总结一下啊，新 MacBook Pro 的扬声器效果很强，强到什么地步呢？这台是雷蛇的凌刃17，售价33999元；这台是 Alienware 的 X17R1，售价46999元。这2台电脑的扬声器都比不过 MacBook Pro。
相比耳机、音响等专业设备，笔记本的外放一直很弱。但是呢 ，MBP 比起这2款游戏本，音质优势是全方位的，低中高频全面秒杀。在我们对比过的笔记本里 ，ROG 冰刃5 Plus 能跟苹果稍微掰一下手腕，但是呢 ，MacBook Pro 依旧更胜一筹，人声解析力强，钢琴等乐器声音更加通透，甚至低音下潜也更深。不过还是要注意啊，以上对比仅限于笔记本电脑。如果你拿出一副 HiFi 耳机问我和 MBP 比怎么样，那我只能认输了。笔记本电脑的外放依旧很弱，特别是听摇滚类音乐时尤为明显。笔记本内部空间就这么点儿，实在塞不下更大的喇叭了。外设测评的最后一环是屏幕，新 MacBook Pro 搭载的是一块 Mini LED 屏。苹果并不是首款搭载 Mini LED 屏的笔电啊，我们之前测评过的微星 Creator 17、红旗战斧500都采用了 Mini LED 技术。从参数上来看，新 MacBook 上的这块屏幕整体素质非常高，分辨率分别是3024×1964和3456×2234，亮度、对比度也都是顶级，甚至还有120赫兹刷新率。实测下来，2台 Mac 的色域都能覆盖98%以上的 DCI-P3， 色域容积也是将超过了100% DCI-P3。色准方面，以 sRGB 为参考，2台电脑的平均 Delta E 在 0.3 左右，最大 Delta E 在1左右。以 Display P3 为参考，2台电脑的平均 Delta E 不到 0.5， 最大 Delta E 在2点多，继承了 Mac 在色彩管理上的一贯优势，表现非常优秀。亮度和均匀性也是如此啊。虽然 Mini LED 调教很费功夫，但是苹果的表现依旧没有让人失望。在默认状态下，14英寸的 MacBook 中央最大亮度在490尼特，边缘稍低，在450尼特左右。16英寸的 MacBook Pro 表现要稍微好一些，中央最大亮度510尼特，边缘最低一个区块的亮度是476尼特。2台电脑的均匀性测试都是全绿，属于我们测试过的笔记本里最好的一档。另外，官方宣称他们的屏幕可以达到1000尼特持续亮度和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但需要在显示 HDR 内容时才可以呈现出来。这里我们也录制了一些 HDR 对比素材供大家参考。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我们在 B 站上上传的视频是 SDR 格式的，这个对比并不能完全体现出 Mini LED 的优势来，实际的显示效果比你们看到的还要更震撼一些。除了亮度，新 Mac 在刷新率这块也是进步了，从原本的60赫兹升级到了120赫兹。苹果的刷新率调节方案是 ProMotion 可变刷新率，跟手机和 iPad 上那套机制类似，相当于屏幕会根据当前的画面帧率来同步调节刷新率。给我的感受是，显示效果确实更流畅了，特别是一些移动的画面，例如双指移动 Launchpad， 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变化。不过呢，这块面板的响应时间离电竞屏还是有点差距的，拖影现象很明显。且由于这2台电脑都采用了1488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所以说波形图异常无法读出具体数值。我们尝试用相机记录一下画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总的来说，新的 MacBook Pro 屏幕没有令我失望，高分辨率、高亮度、广色域、高刷新率一应俱全，均匀性表现也非常出色。相比于其他 Windows PC，Mac OS 系统的色彩管理更到位。这些优点足以让 MacBook Pro 成为屏幕最好的专业笔记本电脑。也许一些面板特性导致的缺点无法避免，像光晕、拖影等等，但是呢，瑕不掩瑜，这是目前笔记本电脑里素质最好的 Mini LED 屏。聊聊外观和外设，接下来看下一个变化点——性能。新一代的 MacBook Pro 芯片再一次升级了。去年的 M1 CPU 有4个大核、4个小核，而完整规格的 M1 Pro 升级到了10核，分别有8个大核和2个小核。为什么要强调完整呢？因为乞丐版的 M1 Pro 砍掉了2个性能核，只有6个大核加2个小核。M1 Max 同理，只不过呢没有阉割的版本。它们的小核频率为2064兆赫兹，大核频率3228兆赫兹，相比 M1 几乎没有变化。这一点从 Cinebench R23测试就可以看出来。3台电脑的单线程分数不相上下，都在1500分左右，比跑满频率的 i7-1180H 略高一些，相比 R75800H 高了大约12%。这里要注意啊，3颗处理器运行时的最大频率 M1 在测试时频率只有 3.2G 赫兹，远低于 i7-1180H 的 4.6G 赫兹和 R75800H 的 4.25G 赫兹，说明苹果的这颗自研处理器的 IPC 确实有一定的领先幅度。多核性能方面，与 M1 相比 ，M1 Pro 和 M1 Max 由于核心数量的增加，分数提升也很明显。8核版的 M1 Pro 达到了9572分，10核的 M1 Max 则是12359分。硬要与 X86 阵营对比的话，8核版的 M1 Pro 大致和45瓦 2.8G 赫兹的 i7-1180H 相当，10核的 M1 Max 则是与另外2颗处理器火力全开时的状态不相上下。
但是如果大家都火力全开，那 M1 的能耗比是有绝对优势的。M1 Max 的 CPU 功耗仅有28瓦，M1 Pro 更低，还不到22瓦。但此时对手的功耗是苹果的3倍以上 ，R7580H 达到了80瓦，H1180H 则是将近100瓦。除了 CPU 部分，显卡的变动也很大。这次完整规格的 M1 Pro 搭载了16核的 GPU，M1 Max 则是32核的 GPU， 对应的型号也有阉割版本。M1 Pro 有14核可选，而 M1 Max 有24核可选，最大频率为1296兆赫兹，跟去年几乎相同。核心规模增大，因此计算单元也变多了，每核心128个，16核相当于2048个，32核为4096个。既然核心规模比上一代翻了好几倍，那么性能表现又如何呢？我们采用了多平台兼容的 3D Mark Wildlife 进行测试，结果如下：14核的 M1 Pro 9227分，32核的 M1 Max 20256分。与其他独显相比的话 ，M1 Pro 大致相当于50瓦的3050 钛，而 M1 Max 则介于3060和3070之间。可以看出 ，M1 Pro 和 M1 Max 通过规模的提升 ，GPU 性能已经可以赶上移动端的入门级和中高端独显了。同时呢，它们仍然保持了高能耗比的特性。在跑分中 ，M1 Pro 的 GPU 功耗为20.5瓦 ，M1 Max 则是44瓦，这个数值比 N 卡的入门级独显还要低很多，非常吓人啊！其实这次的 M1 Pro 和 M1 Max 还有不少升级点，比如内存带宽升级到了200Gbps 和400Gbps， 是普通笔记本的好几倍。芯片内增加了 ProRes 编解码器，提高了 ProRes 编码的视频剪辑效率。要知道，这以前可是通过一整张扩展卡才能在 Mac Pro 上实现的功能。总结就是，新处理器的单核性能跟 M1 比没啥变化，多核得益于规模增大提升了不少。核显由于计算单元增加，性能大幅增强。内存带宽等一系列的小功能，因为整体规模变大也得以提升或实现。另外，功耗表现依旧是 X86 平台望尘莫及的。毫不夸张地说啊，这颗 SoC 是目前市面上核显最强、能耗比最牛逼的家用电脑芯片了。但是应用到实际场景中，这台 Mac 的表现又如何呢？这就必须再聊聊 macOS 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系统了。从 M1 开始，苹果的芯片就从 X86 架构转成了 ARM 架构，基于以前架构的程序不通用了，系统就需要一位翻译官来保证新老软件都能运行在这台电脑上，因此引入了 Rosetta 2这个组件。1年时间过去了，原生运行 Rosetta 这2种方案几乎能让 macOS 正常使用绝大多数兼容 Mac 系统的软件了。这句话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几乎能正常使用，这个指的是 ARM 原生的软件适配程度很广，比如说 Adobe PR 早就推出了 ARM 原生版本，在 Project Bench 测试中，成绩比一些常规的 Windows 平台旗舰笔电还要高，特别是 Playback 也就是回放这一项，分数特别猛，也意味着它的解码效率高，很流畅。这也是 M1 Pro、M1 Max 内置视频解码器的功劳。其他的剪辑软件像达芬奇、Final Cut， 估计你们已经在首发的其他 UP 主那儿体会过它的恐怖了。毕竟我们不是专门做影视的啊，这方面就不班门弄斧了。但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几乎，也意味着万一软件没有适配，那就比较麻烦了。比如我们剪辑常用的动效软件 AE， 目前仍是通过 Rosetta 转译运行的。即便刚推出 Beta 测试版，但对应的 C4D 组件仍然是 Rosetta， 导致无法完成测试。正式版的测试结果表现一般，因为转译损耗的效率远不如原生。要知道，新版 AE 支持了多核加速 ，X86 平台的电脑相比之前快了一大截。Mac 的表现是不及那一票 Windows PC 的。游戏部分也是同理啊，原生支持 M1 的网游，我只找到了魔兽世界，去年在 MVP13 上也能玩，今年的表现更好了。14英寸的版本默认分辨率全开，郊外杀鱼人，帧率在80到90，最低73。分辨率再降低到 2K， 帧数还能再提高一些，主要是没什么卡顿啊，游戏体验还行。16英寸的版本表现会更好，原生分辨率可以跑到平均130帧，最低有103帧，再降低到 2K 时帧数会更高，完全达到可用级别。如果与 Windows 平台对比的话 ，R7580H 加上130瓦的3060游戏本，在 2K 下可以达到230帧左右的帧数，刨去屏幕比例造成的分辨率差异，大致也和 RTX 3060差不多。也就是说，在游戏适配到位的情况下，这2台 Mac 能够达到入门和主流级游戏本的性能。不过，除了魔兽世界能够原生运行以外，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其他网游也能原生运行了。假如用 Rosetta 跑游戏，表现还是得打折扣。CSGO 原生分辨率下 ，M1 Pro 达到了平均113帧，M1 Max 稍微高一些，127帧。
如果降低分辨率到1920×1200，那帧数可以提高到134和148。这个帧数对于 CS:GO 这种竞技 FPS 来说不太够，也明显低于 i5+3050这种入门级游戏本。看来转译对于游戏性能的损失还是很大的。苹果这两颗理论性能很高的 SoC 有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单机部分效果也差不多，古墓丽影：暗影同样在转译环境下，1200P 分辨率最高画质 M1 Pro 能够跑到43帧，对比去年20帧的 M1 翻倍了。但是呢，还是降低画质勉强能玩的水准。M1 Max 能够跑到80帧，这个就很流畅了。但是如果在 3K 原生分辨率下运行，那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只有34帧。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兼容 Mac 系统的软件，即便 M1 系列的芯片性能再强，它依旧受了 Mac OS 限制，特别是换了架构之后，限制更加严重了。以前不兼容的软件好歹能通过 Bootcamp 安装 Windows 来解决，现在 Windows on ARM 直接摆烂， Mac 用户也是非常苦恼啊。民间大神利用的虚拟机方案，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就用游戏来说吧 ，Windows 11 ARM 版虚拟机玩英雄联盟，分辨率全开中等画质，帧数在60左右，感觉操作起来还行。就是加载贴图的过程中有些小卡顿，比如说这里瞎子摸眼踢人的过程，就感觉卡了一下，帧数波动明显，不影响操作，但是影响心情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守望先锋》里，刚进训练场时卡到动弹不得，过一会儿它又好了，像是会机器学习一样，偶尔有些小卡顿，体验不好。总的来说啊，基于 M1 Pro 和 M1 Max 的两款设备越来越趋近于一台完整的 Mac OS 电脑。目前的它已经能够运行大部分以前 Mac 能跑的软件了，但是 Mac 和 Windows 天生就有一道鸿沟，至今仍无法跨越。看完了实际体验，我们的传统测试环节掰卡扣可不能落下。这两台电脑的拆解难度和之前差不多，卸下底面螺丝，用吸盘向机身下方用力推即可取下后盖。机器的金属卡扣位于出风口附近，装回时只要对齐上半部分就行了。MacBook 的内部还是一如既往的美观工整，两台电脑都是经典的单热管双风扇，内存集成在 SoC 内部，与 SoC 共用散热。硬盘颗粒在主板的两侧，均为板载无法更换，因此内部的扩展性是0。电池部分，14英寸是69.6瓦时，16英寸则是99.6瓦时，同样采用了循环播放视频的方式来测试续航。14英寸达到了12小时33分钟，和去年的13英寸 MacBook Pro 差不多。16英寸由于电池更大，达到了14小时56分钟。可以看出新 Mac 的能耗控制依旧非常优秀，并没有因为核心规模增大以及 Mini LED 屏而受到影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 Mac 的散热表现。室温25度，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把电源设置成高能耗，14英寸因为没有这个选项，保持默认。用 R23 循环模拟单烤，M1 Pro 的 CPU 大核频率为 3.036 赫兹，小核频率 2.064 赫兹，总功耗 22.5 瓦，最高一个传感器为95度。M1 Max 的频率与 M1 Pro 相同，因为多了两个大核，总功耗提升到了 29.1 瓦，最高温度97度。用 Wildlife Extreme 循环单烤显卡 ，M1 Pro 的14核 GPU 频率为1296兆赫兹，功耗 20.2 瓦，最高温度90度。M1 Max 的32核 GPU 频率为1291兆赫兹，功耗 40.5 瓦，最高温度85度。双烤 M1 Pro 的 CPU 频率为 2.064G 赫兹加 2.8G 赫兹，总功耗19瓦左右。GPU 频率1250兆赫兹左右，功耗 19.5 瓦。烤机时最高监测到了106度的高温啊，稳定后在98度左右。M1 Max 则是有点奇怪，双烤时会出现 GPU 占用率不到100%的情况。烤机刚开始时 GPU 功耗会突然降低，然后在18到35瓦之间来回波动，频率的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在800到1100兆赫兹之间。CPU 则是比较稳，频率 2.064G 赫兹加 3G 赫兹，总功耗 28.5 瓦。烤机时最高监测到102度的高温，稳定时在91度左右。然后看一下表面温度，14英寸的 MacBook Pro 最高温出现在了键盘中间，51.4度，已经是烫手的水平了。好在高温面积比较小，大部分键帽都在40度以下。16英寸的 MacBook 就凉快很多，键帽最高温42度，高温同样集中在中央核心区域，背面的温度两款机型差不多，中央38度左右，最高41度左右。最后是噪音，14英寸的 Mac 在烤机时会一直维持在最大转速，人为分贝值为49.8分贝，而16英寸则会出现转速先上升然后下降的情况，噪音最大时为54.6分贝，达到了游戏本的水平。稳定下来后，噪音降低到了49.7分贝，全能本的一般水平。总结一下，这两台 MacBook 的散热给我感觉还是和以前一样，勉强够用，
但是距离优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换装自研的低功耗芯片之后呢 ，MacBook 的散热压力比以前小了很多，但是双烤的时候还是不能火力全开。而且14英寸的 Mac 表面温度还很高，16英寸稍好一些，属于一般水平。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相信你对这两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照惯例，我们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具体的部分我们之前都分析过了，这里就破例不详细展开了。最后，我们回过头来聊聊这台电脑适合什么用户购买。先来说说适合哪些人啊？第一，平面设计师、影视工作者和音乐制作者。从结果来看 ，Mac 依旧很适合这3类用户选购。出色的屏幕、独占软件 Final Cut 和 Logic Pro 在 Mac 用户群里一直是广受好评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工作流里用的是 Windows 平台，或者用的是一些还没有在 Mac 上原生适配的软件，那我还是不建议你选购它。一旦你的生产流程与 Mac 平台有比较高的契合度，那么这台新的 Mac 性能以及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香的。第二类适合选购它的用户是软件开发者。我自己对写代码了解的比较少啊，但是从各大论坛和 B 站上的反馈来看，很多开发者对于新处理器的 MacBook 是赞不绝口的。硬件升级也带来了性能续航的提升，对于开发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恰好你的工作环境需要 Mac 系统，或者你身边的同事都在用 Mac， 那新的 MacBook Pro 比较适合你。第三类是喜欢追求新潮的数码玩家。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类人，每年出新的 iPhone 第一时间换，手上的 Apple Watch 必须是爱马仕定制的表带，甚至家里的顶配28核 Mac Pro 都装了轮子。对于这类有钱、手持苹果全家桶、喜欢体验新潮数码产品的用户来说，这台全新的刘海屏 MacBook Pro 丑不丑另说啊，辨识度绝对是最高的。说完了适合购买的人，我们也来说说哪些人不适合选购它。第一类肯定是游戏用户了。不得不承认啊，手机是大多数人的主流设备，人手一台电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在用电脑的人里头，玩游戏的占了不少的比重。对于这部分玩家来说 ，Mac 就算性能再强，适配和优化的程度都太糟糕了，不太适合这类人选购。第二类是依赖 Windows 环境的用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财会人士以及在校大学生。现在的新 MacBook 是没有办法像老苹果电脑一样装上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因此如果你的工作或者学习需要 Windows 环境，那我非常不推荐你购买它。银行的 U 盾、财会人士用的金税盘等都是没有办法在 Mac 上使用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是大学生，就算你是学霸不打游戏，周围同学都是 Windows 系统，老师给你一个免费学习版的软件，让你下课安装完成作业，那你咋办呢？还有各种要求360安全浏览器才能正常访问的线上考试页面，你拿着一台没有办法安装 Windows 的 Mac， 只能干着急。因此，如果你需要 Windows 环境，那新 Mac 的性能再强也与你无关，老老实实买 PC 吧。第三，对笔记本便携性要求较高的用户，比如公司白领。这台14英寸的新 Mac 相比13英寸的老 Air 和 Pro 重了不少 1.6 千克，相比之前重了半斤左右。如果你对电脑的便携性有要求，而且也用不到这么强的性能，那完全可以选择老款的 MacBook Air， 甚至是各种 Windows 阵营的哇工艺品笔记本。好了，能看到这里各位都辛苦了，我们也很久没有花那么大的功夫去测评一款笔记本电脑了，但苹果值得我们这么做。相信仔细看完本期视频之后，你会对新款的 MacBook Pro 有更加全面的理解。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款模具苹果至少会用个3-4年，所以说也希望这期视频能够持续帮到想要购买 MacBook Pro 的用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视频做得很累，如果看完觉得不错，那请给我们点个赞支持一下。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里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